看机子上面的。3、2、1，走！感想有为，一起战列，耶！各位买买好呀！昨天在合肥参加了未来100万台下线仪式，这家车企没有一滴汽油，全靠纯电的品牌，吸引了全球最生机盎然、最灵感激发、最感想有为的车主们。100万台也是一个起点，本来我想发表一点感想的，但是我觉得下线仪式后的面对面信息量已经足够了。那疾风知劲草，瑞雪兆丰年，就来听听斌哥和力宏的分享吧。毛利额比较高的全新 ES8 多交付了4万多辆，多交付了4万多辆，那么我毛利率20几肯定是有的，大家可以简单的算一下，一辆车还是有不少毛利的，其实很容易去算，这个其实就是盈不盈利就是毛利减费用，对吧？毛利额减费用，我毛利增加了几十个亿。费用仍然控制的比较好，那这个还是可以简单的去算账的，好吧？所以我们觉得，当然最终的财务数字还没出来，这个还需要等最后的审计啊。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的，一直说还是有信心。当然这个是一个 non-GAAP 的非公认会计准则，因为它是比较反映你公司的实际的利益情况的。全年盈利还是我们的经营目标啊。但这个我们更看重增长和增长的情况我们还是会保持一个投入的相对积极，因为我们还是要长远发展你就说1年盈利1点钱也没什么太大意思我们还要持续盈利。但是我们认为到今天这个规模，我们应该去追求一个在略有盈利的基础之上，为将来做更大的投入，这就是我们一个总体策略并不完全的只是去追求利润的多少，就保持盈利的同时，积极投入研发投入、基础设施投入、各方面的投入还是会做。但今天我也讲到了，我们在接下来这个发展周期，我们希望实现每年40%到50%的增长这个增长速度呢，肯定没有100%那么的进取但是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增长的速度。大家想象一下，如果15期间，也就是说从现在到30年，我们每年都能保持40%到50%的增长，那其实销量能翻挺多的。这5年大家可以稍微算一下其实挺多的。所以汽车行业的诀窍是什么？你不能下降，只要下降，你这1年就耽误了。后面再重新爬起来挺辛苦。我们自己的预计我们认为到203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会超过90%，现在是60%，超过90%，每年增长5到10个这个点。在这里边，纯电至少占80%。那就8、9、72，和现在比，纯电就能翻倍。我不是说别的能源形式没有大家可以历史为证，5年后能不能翻一翻？我预测自己就不预测了，预测行业可以。我预测行业好像相对都比较准。挪威新能源汽车渗透率98%，98%里面的98%是纯电，所以纯电占整个新车销量的96%。100万辆，对于一个公司的成长来说，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一个是否能够长期存活的重要的观察指标。但是在整个行业里面呢，其实100万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数字就算是我们真正的迈过了起跑线吧，所以未来从一家创新创业的公司11年。过去 N 次被大家关怀，还能够活多久？那我觉得现在我们顺利的达到了量产100万辆以后呢，以后可能大家关心的更多的不是我们还能不能活下来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聚焦到我们怎么去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下一个100万辆什么时候到，是什么样的品牌和产品组合，什么样的技术路线
可能这个对大家来说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角度的一个变化。在前面跑，在技术创新在前面跑，阻力肯定会大，风阻肯定会大。我觉得这个时间长了，它让未来这个公司还是跟别的公司会不太一样。我觉得用户慢慢也是知道的，也是能给用户创造这种价值。它笨一些，这功夫笨一些，但它是有意义的也是有长期的这种竞争力的。第二个就是大家应该清楚，我们确确实实从一开始到现在。坚持可充可换可升级的这样一个纯电的技术路线，从来没有动摇过。那么26年呢，我们未来品牌还会进一步的在高端中大型 SUV 的领域推出新的产品。乐道呢也会有产品迭代以及大家都知道的 L80的推出。所以整个2026年呢，对于未来来说，销售的主力将会是中高端的大车，那么中高端的大车的销售，我觉得对于我们能源体系就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我觉得我们在充换电体系上要进一步的发力，目前的规划呢，我们说了1000座站，但是说1000座站的时候，有家电合伙人一下就想投500个，这个消息还没有我觉得回去我们要讨论一下，我觉得可以再激进一点。那么在售后服务方面呢，我们现在为了云3个品牌是共用售后的体系，我觉得我们要非常认真的去审视我们售后服务的综合能力、备件水平、响应时效还有布局。这个销售网络的布局要进一步的下沉。也跟大家也提前透露一下很多媒体都很关心，也感谢在座的很多老师过去都给我们提过类似的建议。说我们的为乐营能不能合到一个店里面来？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在有销量的下沉市场做未来公司的综合店，就大家民间可以叫为乐营综合店。但是呢，我们有个官方的说法叫 Sky 门店我们有非常有才的用户把我们未来乐道萤火虫的 logo 给组合了一下。这个乐道的这个 logo 竖过来是一个 S， 未来的 logo 转90度是个 K， 萤火虫的 logo 是个 Y， 这个 Sky 门店天空店也非常符合未来的愿景。现在是我们走向更深市场的一个主要的方式。第一批门店呢，我估计春节前后就会开出来，所以提前跟大家适当提前的跟大家做个汇报。销售扩大布局。售后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充换电体系呢做加快的发展再加上我们从1季度末最迟4月初我们的5代站会批量的开始布局那个前不久李斌还带着我们把我们5代站的样板站已经完成验收了，现在5代站就进入最后的测试和量产准备的阶段了，它也有量产，也是爬坡。那么我们可能1季度速度稍微慢一点，我们等5代站，5代站上来以后呢，我们会做这个提速，这个呢是我们会在销售服务方面的一些规划可能很多朋友关心销量所以刚才斌哥已经初步回答了，我们保持着40%到50%的速度去稳步的去增长，关键是要提升这个量增长之外的质量。将于未来的第一款右舵车萤火虫的右舵将于后天在新加坡车展亮相。我们会在中国的春节前后呢，萤火虫将在新加坡开卖这个也是斌哥刚才讲的，我们今年以萤火虫作为先导，在全球市场稳健增长的新年的第一枪是内存，当然这个内存涨价。这是疯掉了，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内存车上，比如说我们的神机芯片、英伟达的芯片、我们的座舱的芯片，我们都要用内存最近内存是个大事这个对合肥有好处对京开区有好处，因为1公里以外、2公里以外就有长芯，就目前我估计是这个中国会是最炙手可热的科技公司。
长兴啊，这对合肥、对安徽有好处啊，对这个经开区这都是好事。但是汽车行业今年内存会是巨大的压力，因为内存我们是和 AI 算力中心去抢，那你哪抢得过人家？人家这个都投资都是上千亿美金，对吧？美国的这些公司都是上千亿美金投，然后和手机和消费电子在抢，手机最近也涨了很多价，啊，为什么？就是内存。现在很多便宜的手机一半都成本是内存，一半。总之就是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今年很大的一个冲击，这整个行业都要面对。在这儿也插个事儿吧，还是请媒体老师们在年初可以呼吁更多的用户考虑选用纯电的车型因为从年初的一些国际上大事的变化来看呢，今年油价可能会上涨，这个燃油车或者是用油的车，将来这个价格上的波动的风险可能会大一些。8年是日历寿命，16万公里是循环寿命，但是也只保到70%健康度。为什么只保到70%健康度？一旦低于70%，电池的安全性就会跳水下降。不是说不能用，就跳水下降，出现热失控的概率就会几何级数增加。那你车和电池，电池是电化学品，它有这3个，对吧？东西在那。车的是什么？车是可以用15年的，现在又没有强制报废，除了运营车辆。那你怎么办呢？你说这怎么办？你把车和电池非要耦合，你怎么办呢？你说好，我就算用到10年，我换一块新电池嘛，是不是很尴尬？你换一块新电池又只能用5年，那个车老。就是你把车和电池非要耦合在一起，那这件事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只要稍微想一下10年后怎么办，这个事情你就知道它不能耦合在一起。其实我们现在即使是油车，车上用的那个小电瓶，它也是几年就要换一次嘛，你非要耦合在一起怎么办呢？这个事情不提供一个可换电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整体解决方案，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让现在那些觉得换电没用的人去提一个解决方案技术上是能做到15年的，没问题，技术上能做到，但是意味着成本会上升还不是所有的电池的技术路线都能实现的，也只有一些电池的技术路线能实现15年85%，我们提的是15年85%，我们整个的研发和运营都是围绕这个，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反正因为未来在做换电嘛，别人就说只有你在说，但是我要说，我们整个行业对发生在8年、10年后的事情，不能怎么说呢？就是装冲是吧？就是不能说直接，这反正不能当做不存在，不能当做不存在，就你得有解决方案。你没有换电这个解决方案，你可以有别的解决方案，但你得有解决方案，要不然我们现在4000多万辆的新能源车，一辆车增程也好，这个纯电也好，我们就算花5、6万块钱买一个新电池包吧，其实是不可能的。现在售后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特斯拉那要10几万，好，就算6万，大家算一算数，4000多万辆，每年新增加1000多万辆。8年后、10年后、10年后吧，我就算10年后吧，多少钱？2、3万亿，2到3万亿。这个当然这个解决方案，你要觉得换电这个不是解决方案，那你告诉我什么是解决方案？得有解决方案。我们认为车电结耦，让电池按照一个长寿命去研发、去运营，是唯一方案。中国现在已经3400万辆，好，中国品牌现在是2700，中国品牌将来做到3500，10年做到3500，全球来看，3500，10家每家不还350万辆吗？350万辆早就过了这个经济规模，就一个汽车公司过200万辆就到了经济规模，100万辆就能生存。
200万辆就能活得还行，就过了200万辆就到经济规模，是不是？平均350万辆，那能支持中国10家没问题的，不要过度焦虑。不要过度焦虑，我们就是为什么把自己的事讨好？因为如果你老觉得这个事情到最后就3到5家，影响还有我肯定到不了3家，肯定到不了5家，又成天焦虑，自寻烦恼。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焦虑，整个汽车行业不要焦虑。焦虑啥呢？这个与其焦虑不如行动，把自己的事干好。就是你就跑马拉松就是这样。